那么国民党啊，一个小编很厉害，哦，跟民进党辩论啊，打回去哦。那现在呢，沈伯洋说呢，他这个中国他在大陆念书啊，所以中国的影响力直通国民党的粉专啊，网络啊都被大陆控制了哦。那说呢，这个国民党的小编有中国大陆的学历，游淑慧就说啊，那你民进党不是有很多吗？有些部长还在大陆教过书啊，哦，那有些立委啊，像这个郑云鹏啊等等啊，这个柯建铭啊，他们呢，这个在国民党衰的时候，在民进党衰的时候，也到大陆去投资创投啊，哦，柯建铭最近不还在闹吗？哦，吴思瑶的助理也在中国大陆拿学位啊等等，那又怎样呢？他们怎样都是受中国大陆的影响哦。那徐小琴也力挺，他是我的好战友啊，哦，这个叫做国民党的新媒体主任哦。我第一次举办民主 RPG 活动，就知道他已经很厉害了哦，很有才华，会写文章，会辩论，会做事啊哦，而且呢，业余还可以当球评啊、影评啊、美食品酒都很厉害啊。那什么时候呢？这大家都念书就变成中共同路人了？到那么多人都是中共同路人吗？哦。那另外，而且你去念书就可以影响大陆的同学，不行啊，哦，那大陆那个时候很多人到台湾来念书，那回去都变成国特了，都变成国民党特务了，讲这个哈。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小编呢，这个没有把他账号切掉，所以呢，说他曾经到大陆求学。林涛说，正常就读学校也被当成梗啊来骂。那民进党要不要把台商都禁止？通通不能去嘛，通通不能去。到大陆去都是匪谍哦，通通不能去啊。那所谓的民主菜农沈伯洋就被酸了哈。他说黑熊应该直接提告哦，国民党就用柯建铭的名言来回呛，说不告是乖孙子。因为当时呢，国民党说要告柯建铭，柯建铭说不告是乖孙子哦。那另外呢，这个黑熊学院是教大家种菜。因为打仗的时候呢，怎么办呢？没有东西吃，自己会种菜才对啊！好，所以国民党就说呢，这个课程要价要这么高，沈伯洋真是商业鬼才。我们看一下。黑熊学院平时有门课叫0日餐桌，准备求生必备蔬菜种植术，要教如何在必要时保障蔬食自给自足。3.5小时线上课要价3840元。国民党发图卡酸总统解释一下民主种菜多好吃。课程内容居然包含种菜，难道民主的种菜种出来会比较有台湾价值吗？在移动避难的时候呢，背包要种什么样的植物，而这样的植物种植的法则跟平常的家庭的庭院的美观那些都是不一样的。就商业而言的话呢，其实这类的植物课而言的话，大概都是8、9千块，一点都不贵。有粉专也质疑黑熊学院开奇怪的高收费课程，另一门公开情报搜集课要价4800，教如何用公开资料判断假讯息等，由立委沈伯洋授课。俄罗斯的坦克已经大军压境，你们乌克兰人完蛋了。结果呢，这个影片呢，在不到5分钟之内就被破解。借由 Google 地图以及卫星地图的比对，可以很快的知道它精准的经纬度。蓝营接连诉黑熊学院课程提出质疑，起因是内政部警政署遭传出原编列2000多万元预算，指定推荐由黑熊学院壮阔台湾协训民防。当然，若真的成案，以上2门课会否被纳入，仍未知。用一个非常的高价来传授一些非常基础的这样子的一个技能，当然嘛，大家都越来越清楚啊，抗中保台是一门好生意啊。个人来自然。我觉得沈伯洋最近操作这个所谓的抗中保台，特别是完全是舔共这块，我真的觉得是有点过度了啦你刚刚特别提到小编有这个中国学历怎么样？民进党做生意还有外遇，好不好？那这个又比较感觉起来比较好吗？所以说这个用学历来，特别是中国的学历来呛说好像是被抓到了，这个好像让人家觉得你是没有牌可以打了。那我们要来谈一下这个黑熊学院当然沈伯洋可以说就是呛我们这些小编可以去告，那你就去告。问题还是黑熊学院还是有非常多的丰功伟绩嘛？你看，在那个内政部编的4.1这个振兴台湾当中，他当初就的确编了900万给黑熊学院来当亲子的这个所谓的园游会，这已经是白纸黑字写在上面的嘛。然后它里面有关于一些他们。内政部里面把这个黑熊学院把它称为是一个教育机构，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是可以上这个劝募平台。各位，你要知道，像目前任何的教育协会要能够上劝募平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它的申请其实蛮辛苦的。而且你如果说你是一个政治的团体，比较是类政治的团体，你去上这个劝募平台，你是会压缩到人家对于弱势团体的这样的一个捐赠那这到底有没有合法？我觉得他们可能也需要做一些的澄清。不过最重要的就是永远都是用这个好像
上是抵挡中国大陆才有办法保卫台湾，甚至在作战的时候，我也同意啊，我们需要有韧性的国防。可是韧性的国防，你看看我们所编的这些预算当中，要么是壮阔台湾吴怡农的，要么就是黑熊学院的，要么就是一些亲绿的这些的团体。那里面上的内容呢，是否真的对我们的韧性国防有很大的一个帮忙呢？你看看刚刚所提到的种菜，一堂课3840块钱，一个人一堂课吧，一堂课一个人一定去那个，我不晓得他们的内文到底怎么样去操作，但是呢，这些东西难道在网络上找不到吗？你一定要透过这个方法付了这些钱才有办法吗？然后教了这些课程，问很多的专家，到底真的对于我们未来台湾真的遇到战争的时间，有办法可以让我们立刻的时间来去做这样的一个食物粮食这样的一个处理吗？所有当过兵的人，大家都知道，在战时候做什么样的工作是最顺利，然后呢，种什么样菜最合适。当过兵的人，每个人都知道，有必要利用这样的一个经费来给予框上一个韧性，然后呢，就是一个国防、民防的这样的概念吗？我觉得这都是有待的商榷。总而言之，他们真的是很厉害，得到太多部会的热情的一个眼光。所以说呢，如果说对于国民党有对他们有任何的一个诋毁的话，那我真的大家就在法院上来见真章嘛。好不好？黑熊学院说哈，我们是2战的时候从英国来学来的，英国的时候抵抗德国呢，所以呢，英国有保持粮食不虞匮乏的技术跟知识，所以我们就要自己种自己吃。来，这个吴委员，如果保粮食的话，那我们最近的那公粮收购，对不对？公粮就是要备战用品啊，那政府为什么不收？那本来5块啊，就对不对？一直都没有调整，就不愿意收购嘛，说收购的会让那个产销失调啊，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刚才讲了啦，这个黑熊学院呢，真的是一个商业天才，因为他现在很清楚哦，现在民进党想要的就是搞亲中卖台，所以呢，抗中保台就是一个好生意啊。所以呢，黑熊学院，你现在把战争当儿戏，包括国防单位找他们来做训练啊，真的是开玩笑的一些的，很开玩笑啦，就是那种康乐性活动啊，那一种这一类的活动，然后变成那每一个部会哇，只要政治正确，他的政策最正确。他的政治最经典，连民进党内部的人都必须追随他，因为这就是赖清德要的东西，一手提拔，一手的论述，所以他就是打前锋嘛，啊，这整个的黑熊学院，那好，沈伯洋说呢，这个要告你们加重诽谤罪，哦，国民党这个骂我是铁的心要卖台，这叫卖台，好，所以骂我，哦，你们反对什么韧性社会哈，那这个。沈伯洋的勤收课说，那勤什么时候？正常人都会啊。网络说黑熊版的救国团比较贵哦，你救国团也可以开这些课啊，那你比较贵啊。所以呢，这沈伯洋说，你们国民党之所以骂我们这个防卫韧性，就是要学者们不敢讲话，学者们讲话就变成打成绿营的侧翼。好，来燕秀。民进党执政迈入第9年哦，那台湾苏立文曾经说这个台湾是越来越危险哦，但是赖清德一上任就任，昨天是他当选满1年。那我觉得民进党现在在讲说韧性台湾、防卫台湾，我不知道下一个阶段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学那个裁缝车学做衣服，还是开始学生活哦？这个就是台湾现在的现状，就是民进党讲说韧性台湾、壮阔台湾，编了40亿哦，未来不知道做什么，具体拿不出具体的说法跟做法。但是我觉得沈伯洋是大炮打小鸟。大立委打小编，我觉得我们现在国民党文传会底下的新媒体部真的是很优秀，每天都想着要如何去回应民进党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预算跟说法，用麦卡锡的主义去做一些议题上的这些攻防，不断的抹黑抹红。不要忘记民进党自己教大陆籍的女性友人，然后在大陆跟大陆做生意，然后直接写说是中国籍的台湾省台北市，这都是民进党过
过去的做法。但是我觉得正本清源，我觉得民进党还是要交代清楚，就是说现在两岸的局势、国际的状况有这么多的变化，赖清德还是用这种意识形态在治国，打算用意识形态去转移他内政不利的焦点。1月20号之后，整个国际的局势是如何的转变？赖清德到底准备好了没有？只会教我们说，哎，中国台湾，我们赶快来学这个学那个，然后从中有不同的团体假造着是公民团体、NGO 团体来必须标这些预算，但是却说不清楚到底要做什么。但是我们看到是某一些民进党的派系是越来越肥，那这个是大家都不能够接受的。好吧，我们休息了再回来。好，曹伟新的剑拔弩张哈，总预算在审查，说被砍到剑骨哈，会砍得蛮厉害的哈。那这个国民党说要把部会文宣费全砍，哦，因为编了10几亿的文宣费哈，到最后呢，基本上都是三立跟民视拿去啊，其他分的很少哈。那所以被认为是文宣费可能去培养网军啊，或是帮助绿媒啊等等哈。那这个周荣泰说呢，部会不能轻易退让，要据理力争。守护这个预算到底啊，那说如果这样难行，不排除复议。好忙哦，行政院现在就是复议，好忙哦。要不然就是宪法释宪，哦，要不然就是罢免。我跟你讲，你再这样搞下去哈，大法官没有人敢，你要提名，人家就不敢被你提名。大法官变成笑话了，第一次可以把你退回，第二次每次都退回，大法官变什么？变行政院的大法官了，大法官也不要混了。叫他回去怎么教学生？新的也不敢来了啊！你不像你现在问新的这个稍微有一点这个地位的哦，在学校教书生活还不错的，他敢不敢被提名？他都不敢呐！来的话被羞辱而已啊！哦，就算当然通过了，到大法官就当了大法官，也变成这个形式上变成听话的大法官，变成一个工具，有什么意思呢？那国民党说 NCC 因为打压媒体，所以业务费删减，剩下1块啊。NCC 就说这跟文宣宣传无关呢、啊，我们的业务费不是文宣宣传费啊，都把我们砍光是怎样呢？那现在国民党党团提案，各部会文宣经费全删，业务费冻结70%，你30%执行以后再申请解冻，否则要给你那么多钱干嘛？看看你们做的怎么样啊？哦，然后呢，速发部 NCC 陆委会业务费删减成1块钱，潜舰呢保留明年度就是保留2亿，其他18亿冻结，等到海鲲号完成海测通过以后才能动资。你如果这个海鲲号都没有通过海测，那你后面怎么编呢？啊，表示很多问题要解决啊。那民众党更狠啊，国民党虽然提了2438万，但是要删这些预算，民众党的案比较少，487件，但删一大堆哦，这个反正各种删很多了哈。那么。说这个3000加起来有3000项要冻结的，要砍掉预算的，国民党就说蓝白叫做瘫痪国家，你们什么意思啊？让国家不能运作是不是？把我们预算都删掉了哦。那所以呢，国民党团2334案，民众党团487案哦。那国民党其实删的比较少了，只有什么媒体文宣费啦，这个什么业务费啦等等哈。那民众党团要删掉2061亿，冻结974亿。占总预算大概10%哦，占总其实90%是给你过了，其实也不算多了哈。那民进党呢提案对案22案哦，说希望能够采统三方式处理。那今天呢，韩国瑜这个柯建铭他们党人正在协商了哈。那柯建铭就很不爽哈。那国民党韩国瑜就说你不能每个案都是发言30分钟啊，大家光听你发言就不要搞了哈，等等哈。我们看一下。我没办法这样同意。你讲到你不能任何一题都讲30分钟以上，40分钟啊！回答黄章问题，我不能同意你。进入主题好不好？我们又不是在辩论的，我们在协商。我们不是在辩论，我们在协商。你已经快1个小时了，你都不讲。因为我讲很可以啊，因为你以为我是白痴啊？你这什么主席啊？我讲的是为国家安全的问题，你今天不让我讲。你发这个直播，我也不让你讲国家安全吗？习近平看到你会打你不要讲国家安全，你根本在搞鬼了。各位党员，请把麦克。那你为什么不让讲话？我跟你讲，那既然他现在我们某你，为什么我们可以今天发言是不能超过半句话？大家可以节制时间，今天发言节制时间超过半
句话，大家尊重。现在请主席讲话。你们派遣跳行小狗根本。站上。我已经讲过，你闭嘴才闭嘴。韩国瑜本来说今天协商如果不成，6日继续协商。那结果是怎样？没有，就今天第一天的协商，就刚刚才那个党团里面就说，现在才几点就已经协商结束了，明天10点钟继续啊。那表示什么？因为柯建铭每一案他都要发言超过30分钟啊。那每案如果他发言超过30分钟，请问3000案到底要怎么样？所以到底是谁在拖，不让这个总预算过？这看得很清楚嘛。可是不让总预算过，这是执政党立委该做的吗？应该不是吧？你应该透过彼此的一个沟通，3000多案，我们过去通常就会删到只剩下几百案，甚至不会超过1000案，然后大家到那个所谓的大会议堂里面去做一些表决，表决之后可以再来做一些处理。你现在光是在这个所谓的委员会里面，你都让他出不去，那这到底是在干什么？我觉得这是为他们在对大罢免这样的一个理由来增添柴火。蓝白，你看联合不通过预算，不让我们总预算，让要瘫痪我们的国家。而且我觉得这次预算当中的确有很多很不合理的地方。我就拿宣传费来说嘛，刚刚赵大哥已经提到了，这是比去年来说多了65.4%而且只集中在几个地方，而且我觉得很可恶，就是主计处，他把这个政策的宣导费，他并没有用第2科目里面来做一个编列，他是把它放在非常多分支计划里面的业务费之下的一般事务费，还有委办费。你怎么看得出来？这么多人把它藏在细节当中，你就塞在这个里面，而且很多人拿到这个时候呢，就专案统包给外面，委托给外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定的一个媒体或是一些的公司来去做，然后它的成效到底怎么样？因为你塞在太多分支计划下面的，你很难看到它的成效。他们过去用这个方法来去做处理，所以也难怪我们每个人就要盯得死的，不希望他们有过多的这个所谓大内宣，或者是里面要添柴火、大罢免的这些所谓的宣传费用，塞在这个所谓的行政院的这样的预算当中，拿我们纳税人的钱，然后来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你觉得这样合理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总预算大家看得很紧的缘故。不过这次总预算真的说实在的，为了不落人口实，即使挑灯夜战，礼拜6、礼拜天再开，你都一定要让它完成，绝对不要让执政党觉得这一次总预算不过，完全是因为在野党主党的关系。看清楚，这一世是执政党在打。燕秀。除了这个刚才智恩讲的，就是说除了民进党在为大罢免添柴火之外，其实为什么朝野协商非常重要？其实这2天，包括在野党所有立委包括自己民进党立委提出来的案子，恐怕这不止这3、4千案，可能更多。但是在沟通之后，第一轮大家了解了他们的做法，有撤了一些，但是剩下来这些为什么一定要透过朝野协商？因为我认为透过朝野协商直播，我们才说得清楚，你数位部这些预算10几亿的预算，你到底拿去做什么？因为现在很多预算都是他们交代不清楚、说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直播，好好的让外界、让媒体知道到底编了什么。宣传费多了6亿多，那今年水电费增加了100亿，然后还有陆委会的预算，你讲不清楚嘛？你陆委会的预算、海基会的预算增加那么多，你到底要做？你什么事都不做，为什么要增加这么多预算？所以为什么要一案一案的去沟通？我举另外最明显的例子，这2天那个国建国造的预算，在朱立伦第一时间沟通之后，大家觉得说，大家以前觉得该删，到最后大家同意要动，连郭立雄也同意国民党的做法，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沟通的结果。如果连国防的预算国民党都可以这样子处理，其他的预算这2、3千案，民进党为什么不能拿出来一案一案好好的沟通？你如果说的有道理，我觉得国民党会被谴责，在野党包括民众党都会被谴责。今天吴思瑶跟柯建铭的做法，就是在朝野协商当中，一个案子给你30分钟，3000个就打算我不让你去讨论后面，对，不让你有机会去讨论后面的时间，不让你讨论每一个案子，所以其他的就用抹黑抹红的方式。民进党不是一直在操作亡国感跟认知作战？我们之前讨论海巡署的海委会的事件，海委会的设备，现在所有设备最足够的只有什么？只有那个望远镜，其他的什么热气、什么显像仪那些，现在完全都不够。那你不是喊亡国感吗？你现在那人事除了扣除人事费之外，他的经常门只有1亿左右，那这个我都觉得应该要增加，我就下主决议增加。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现在就是在很多议题上，就是不断的操作意识形态，在为后面罢免添柴火，这是民进党最后最主要的目的。好，那么浅见说通过2亿啊，其他的这个冻结18亿，说国防部长认可啊，那国防部否认了哦。说呢，要蓝白全数支持通过，到底他同意不同意啊？
顾立雄，顾立雄他第一时间他说是同意，因为国民党其实只是动。并没有三，我要好好的说，动跟三完全不一样。他也同意说，如果通过海测之后，我们就可以动支预算。其实国防预算向来过去很多都是动，那你来报告完之后，就持续的就给你解冻。我们这个国防专家坐在我旁边，他应该最清楚。而且那个时候，主张在海测没过之前先冻结预算的是陈永康委员嘛。那陈永康委员他当时的潜舰案的那个建案就是他弄的啊。所以说他在国防外交委员会他的意见跟他的主张，其实国防部都相当重视的。就为什么顾立雄那天明明是讲这尊重我的看法，对啊，现在又反悔，对，然后那个绿营呢又开始就在抹黑说什么潜舰的预算，因为明明是冻结哈，冻结不是删除，是要等到海测过了之后呢，那他的预算呢就可以动支。可是他们现在就把它打成是说怎么不需要都连那个潜舰预算都删除啊，不重视国防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个手段太恶劣了啦。那马文君的意思是说呢，通通删掉20亿，因为他不看好今年的海测，根本通不过嘛。到底通得过通不过呢？我在政治上来讲的话，马文君可能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他就觉得说你是对，你就说你可以通得过就给你嘛。其实，在国防预算是非常庞大的。随便一个项目，有时候都是你看，在很多地方去审查说，早上有一立委说你们今天审了多少预算，说300亿、400亿。我告诉你，国防委员会有时候一个早上就是上千亿的，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小心。我现在讲一件事，当时陈水扁的时候记得吗？因为美国跟中共交恶小布希的时候，因为飞机擦撞嘛，在这个南海上空嘛，所以小布希很火大嘛，就是说几乎台湾要的武器全部都给嘛，愿意卖嘛，所以就这个8项军购编了6108亿嘛，我出来带头反对啊。可是你去看后面，除了潜舰以外，全部都卖了。你这个桶一整包的交给他6108，一次给你过，我告诉你弊病非常多，钱随便花就会变这个样子。就像说潜舰国造，为什么很多问题？我刚才讲这里面很多钱是花得很冤枉了，为什么？因为你急着要，你是好大喜功，执政者急着马上就要这个潜舰，潜舰不是一般的武器系统它到海下去要再上来，要执行作战任务，哪那么简单？所以你当然要一动一动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海事如果过了，我赞成全部都给；如果没有过，不仅钱不能给你，要追讨责任，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所以当时像潜舰国造也在陈水扁说那个决议不是我写的吗？我提的案嘛，上面是说2艘在美国造，6艘在我们的中船造，是这原因就是因为这很不容易，我们想借这个机会有所学习，没有想到后来就是爆发了这个911事件，小布希急着要拉拢中国大陆了，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那潜舰他就不卖了，因为这所有武器里面最敏感的、准战略性的武器就是潜舰嘛。所以我的感觉，在国防委员会以前，民进党执政也好，在野也好，我都在里面遇过他们。我告诉你，常常都是有冻结的，而且民进党要求冻结的数目，有时候比国民党还多还狠。但是最后冻结大概都打开了，为什么？如果达到目标就可以打开嘛？那你这个海测太重要了，花太多钱。你这个海测如果没有过，你后续还编这么多条船的那个钱，几千亿在里头，你不好好把关怎么可以呢？韩国做潜舰是在第一艘在德国做，对，第一艘在德国做好了以后，因为德国工程师很厉害嘛，然后再把德国公司请到韩国做第2艘，对，一定要这样才按部就班呢。你一来就全部自己做，那你会吗？所以这个潜舰现在问题很大啊。现在干屋测试好的时候要入港，入港又捞到干屋来做了，本来港测以后叫海测嘛，现在港又拉上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回事？到底什么问题呢？他也不讲，他跟你讲没问题，将来我这个潜舰一定沉得下去，浮得上来，沉得下去浮得上来就算个潜舰吗？那是最基本的要求啊！那么沉下去浮不上来就完蛋了，都死在里面了，跟铁棺材一样。沉得下去，台船说我一保证沉得下去浮得上来，能不能作战呢？能不能达到任务的需求呢？休息一下就回来。